师弟，此次闭关修炼，你在修为上可有？公子，出什么事了？有对修士正故意向我们这边飞来，其中有元婴修士。元婴修士，有吗？还真是的，想不到师弟身势如此强大，竟比为兄还早感应到一点。当真缜密。都到这儿了，韩师弟的神识还保持着全力放开。倒说不上全力放开，只是自动感应的罢了。不过远处的那名元婴，看起来也是神识不弱之人呢。像是修士做派，分明像是帝王出巡，如此招摇，过于不合情理了。元婴老怪的性情，还真是容易被功法影响的千奇百怪。南陇侯，这个人过来干嘛？他难道也来参加交易会了？韩师弟，千万不要乱说话。这老怪物神通广大，脾性怪异，但当年我曾和他有一面之缘，一切由我来应付。敢问里面可是南陇君侯？在下洛云宗吕洛，见过道友吗？你谁呀？ 300年前，曾随家师木离上人。哦，原来你是木离那酸儒的徒弟呀！没想到连你也结成元婴了。听闻令师300年前一别后，回去便作画了。哼哼，真是有点可惜啊。 话说你身后这2人是什么人？面孔生得很啊！啊，君侯，这位是新加入洛云宗的韩立师弟，旁边的这位姑娘是其侍妾，姓穆，穆姑娘。韩师弟啊，君侯是家师的舅舅，你也来认识一下吧。见过南陇侯。 韩立，新进阶的元婴修士，有意思，就是不知道神通如何，让本侯来试试吧。元婴斗法吗？这万万不可！ 韩师弟才凝结元婴数年，怎可能是南陇道友的对手？放心，本侯不会以大欺小的，只是用神识比拼一下。君侯说笑了，神识争锋危险异常，怎可轻易比试啊？哼，你着什么急啊？嗯？ 说不定韩道友自己愿意一试呢。
况且，此地已经身处田天城千里之内，交易会期间，似乎有一条特殊的规定。君虎所指，莫非是强行交易？不错。那位姑娘，我见犹怜啊。正好，这2名宠姬我也有些厌烦了。反正姿色和修为都差不多，就用他们2个和你交换，如何？好，看样子不是很情愿呢。那就比拼一下神识强弱吧。若是你赢了的话，本侯的2名爱妾就送你了。于师兄，强行交易，什么规定？韩师弟，这强行交易是田天城交易会期间的一条特殊规则，目的就是在不伤及性命的前提下，让元婴修士之间解决争端。眼下真是麻烦，就是九国盟执法在此，也无权干涉对方的。韩道友若是怕受伤，也无妨，那就直接交易好了。反正2换1，你不亏。好啊，比试一下。若是韩某侥幸赢了，也不要君侯身边的爱妾，只想知道南陇道友一定要神识比试的真正理由。道友可不要说是见在下不顺眼，或者真是见色起意了。好，好，本侯答应了。公子，师弟多加小心呐！若是不行，就马上认输，师兄会出手阻止的，千万别受伤。好小子！君侯如此用意匪浅，韩某对此事还真是有点好奇了。跟聪明人说话就是不累。要不是刚才你扫过我时，让我觉得你神识不弱，本侯才不愿意亲自下场找你比试。韩某初结元婴不久，正想试试神识和其他元婴的差别。其他元婴，我可来得好。
公子能否胜过对方？不好说。常理来讲，神识化形得到了元婴中期以后，才可能靠强大的神识之力掌握。但寒师弟这个，我终于知道了，寒师弟主修的功法就是神识类的。神识竟然还在增强，如此一来，公子也有一拼之力了吧？不太好说。南陇侯早在300年前就已经进阶元婴中期，现在恐怕离后期也不过一步之遥。想要胜过这种老怪物，难呐！竟然是势均力敌。不错。终于要认真了吗？剑，好啊！哈哈哈哈！此等威力，真是令人……快看，有元婴修士对决，谁者不如死。
已经动用了10之7八的神识之力，此人仍能轻松接下，游刃有余。难道他的神识真的在我之上？比试到此为止吧。再继续下去，韩某恐怕真要支撑不住了。韩道友太过自谦，功法不论，单论神识，道友绝不在本侯之下。此次比试就此作罢也好，否则真伤了和气。修士之间，无论达到何种境界，终归还是要以实力说话的。你的实力我已经了解了，既然如此，阁下倒是符合参加行动的条件了。不过，此事关系重大，这里不便明说。交易会开始的第4日，道友可以到这玉简上标明的地方一聚。本侯到时给你介绍几个人，还有一桩天大的机缘。机缘？介绍几个人？哈哈哈哈！你这个人有点意思，懂得藏锋敛锐。若是一个不留神，就容易在你这儿吃大亏呀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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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乖张行事，锋芒毕露，也是另一种隐藏心机的手段罢了。彼此啊！交易会第4日，还请道友来此玉简标明之地一聚。有劳君侯久候了。韩道友，我是信任呢。道友来的正是时候，请。一会儿我与道友逐一介绍。诸位，韩道友到了。是你？结丹后期了，挺出息的嘛。这另一人，想必就是当年燕家堡那位患病的小姐了。哼，没想到在此地还能遇到故人，真让韩某有些意外。怎么可能？你竟结成了元婴？怎么回事？你认识这位道友？二伯，此人就是我与你说过，那个黄风谷姓韩的。放肆！韩道友已经是元婴修士，又岂会和你一个小辈一般见识？在下鬼灵门王天谷，当年之事是小侄不识真人，多有冒犯，但还望道友看在此次同行的份上，将此事暂且接过，如何？即便当年我与王小友有过一番局域，但时过境迁，韩某又怎会与一个晚辈计较？阁下多虑了。计较？此人3番5次欲置我于死地，我跟他的账可还没算完呢。
那就谢过道友了。回去后我会严加管教小侄的。倒是道友，不过短短200余年，就从筑基进阶到元婴，当真令人惊叹。若是假以时日，即便是元婴后期，也并非不能指望。哼，如此看来，王某与在场诸位，倒都是显得资质愚钝了啊！这老东西想让我成为众矢之的吗？这位道友，当真只有200余岁吗？诸位，稍安勿躁。韩道友，请。今日大家相聚在此，共谋大计，切不可为些许小事伤了和气啊！各位道友虽境界不同，功法各异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神识都异常强大。其他人倒还好，怎么还混进来2个结丹小辈？有道友，像我等这般神识强大之人，可实在是不好找啊。这2个小辈虽修为尚浅，但2人联手施展秘术，短时间内神识可是不弱于元婴修士的，倒是勉强可以一用了。今日邀诸位来此，是想严请诸位陪本侯跑一趟木兰草原。我没听错吧？木兰草原？道友误会了，我指的不是深入其中，而是在100里之外的边缘地带。那也是非常冒险的事，外人不知，但我等各势力高层都心知肚明。木兰人这些年蠢蠢欲动，如今正驻扎在边境之外，还聚集了不少与我等同阶的元婴法士。万一被其察觉，陷于敌阵，又当如何？恐难全身而退呀！元婴法士精于各种高阶灵术，本侯曾和他们交过手，确实难缠之极。哼，那又为何要去啊？说的是，南龙道有三思啊。所以那地方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冒险啊？道友姿势体大，本侯不希望有除我等以外的第10人知晓。云道友，请吧。苍坤上人的一级洞府，够不够分量啊？苍坤上人，你是说传说中数千年前力压正魔2道的那个狂修？力压正魔2道，狂修，苍坤上人。苍坤上人，在天南的历史上，
能被正魔两道魁首皆称之为疯子的，也就是他了。当年这位胆大包天的狂修，可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天南第一人。一身神通高深莫测，横扫正魔两道，难逢对手，但终是犯了众怒。天南各派元婴群起而攻之。相传那日，此人以一敌十，打得天昏地暗，终是法力枯竭，当场爆体而亡。一代传说也就化为了尘土。但传闻终归只是传闻，说不定这个故事也还有另一种结局呢。当日濒死之时，苍坤上人自爆了修炼的傀儡化身，施展瞒天过海的手段逃了出来。不过经此一役，也是元气大伤，不复从前。直到我和云道友找到了其坐化之地，才从遗留的信息中得知，这老疯子自知时日无多，竟打起了坠魔谷的主意。最后冒死闯入此谷，还成了天南历史上唯一活着走出坠魔谷的人。苍坤上人，还有坠魔谷。天南第一狂修所留遗址，可能源自坠魔谷中的奇珍异宝。无论是哪一个理由，对于我等元婴修士来说，都是难得的造化。只是韩某不解，二位为何不独享这天大的机缘？莫非是这遗迹的开启需要数位神识强大之人？实不相瞒，若是我二人能够独自取宝，那自然是不会与他人分享的。但洞府外设有一上古禁制，若是用蛮力消磨，势必耗时良多，容易被木兰人盯上。但若能集齐8位神识高强之人协力出手，不出1日，此禁定可攻破。好了，该说的我都说完了。有人想退出吗？想来也没有。那我们接下来便共同立下心魔誓言，绝不将此事外泄。怪不得这二人找的全都是元婴初期的，明显是怕真到分宝之时被人反客为主。如此维持平衡，也算煞费苦心。不过确实，元婴之后若是只靠苦修，远远不够，只有冒险在机缘造化中寻得契机，才能继续迈出一步。诸位道友，可都准备好了？出发吧！韩道友可是第一次来这木兰草原，此处数万年前也算物资丰饶，不知从何时起，水源枯竭，黄沙漫天，已成不毛之地了。前面有点不太对劲。
我交手的法师，施展的就是这种名为红尘万丈的困敌灵术。可隔绝神识甚是麻烦，我此番阵仗仿佛是将此灵术范围扩大了千百倍。莫非我们已经暴露了？情况可能更糟糕。我们这是撞上了木兰人的先锋军了。百年养精蓄锐，木兰又要开始与天南的战争了。没人会料到，他们竟敢趁着交易会期间正面开战。事已至此，两条路，回去，另寻时机再来。但是世事难料啊，这期间若是出现什么差池，也说不定呢。即使绕开此地也不是办法。木兰人不可能就这一股先锋军，我们可以先隐藏身形，看看能否从中穿插过去。只要避开聚集的元婴法师，就能过去。木兰入侵，先锋已至，不可轻视，速速备战。走吧，总有一招能传道。希望九国盟这些人撑久一点。主持此阵的必是元婴法师，这数量不好，神识无法探出太远。大家都小心点，千万别走散了。护得还真是周全。等一下，有人掉队了。韩道友为何不走了？诸位，没有发现什么不妥吗？道友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在风沙里飞了这么久，一个法师都没有碰到，况且周围的景色一直也没有改变，代表了什么？各位心里很清楚。莫非有人施法暗算我们？没错，方才我也觉得有点奇怪。看来只能先做过一场了。只敢围困，不敢一拥而上，说明高阶法师不多。速速突围，对方多半在等待援军。神识受限，明清陵墓也无法分辨，此阵没那么简单。出口一共有7个。神识都不好使，肉眼还能瞧出什么？看本侯的定心盘吧。跟本侯来。那2个元婴中期的都没发现须弥虫的存在。那个元婴初期的绿衣修士却感应到。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们且除非动用魔神幡，
穆上师传音说，穆上师，天风部和我们黄沙部向来不和，若真是对战起来导致圣帆损毁，我们凭什么坐稳这部族之中的位置？况且，木兰各部族向来矛盾已久，反观人家天南，面对大战却如此团结。哼！此次先锋大军由天风部率领，消息既已发出，就让他们去解决吧。我们走。好了，有惊无险，总算可以松口气了。到此处已有些距离，那些木兰人就算后悔了，也追不上我们。不可掉以轻心，这法事中有许多厉害的角色，拥有的神通也都不可思议。我们不好，是御风车！敢这么追过来，一共5个元婴，他们想缠住我们。不必缠道，分头脱身。3天后在预检标记处集合。没想到，韩道友竟比我等来的还要早，能在木兰人御风车的追击下安然脱身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侥幸而已。倒是王道友带着2个拖累，还能全虚全影的回来，才是让在下佩服得很呐。大家都活着就好。话说，此次战端一起，还不知会打上多久。历次交战，那些有头有脸的宗门都是会派元婴修士参战。是啊，天南各大势力联手之下，木兰人多半讨不到什么便宜。只是这次他们突然开启攻势，莫非是来了什么援军？哈哈哈，尤道友也到了，看来这次绝对没选错人。若是因为损了人手，无法顺利破除禁制，那可就不妙了。不对，尤道友好像在被人追赶。怎么会有2名法师追击道友啊？难不成又叫了帮手吗？我已经带着他们兜了2天2夜，实在无法摆脱，只能出此下策了。这2人有何神通暂且不论，胆子是真的很大呀，竟然没有退却的意思。难道真想以2敌7不成？2位还不离开，是等着我们给你们收尸吗？哼，阁下说笑了。此地可是我木兰草原地界，待我们增援赶到，恐怕是尔等要变成尸体了。本想在办正事前少消耗些法力的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木上是他，看似年轻的青衣修士，
是那人吗？多半是了。撤。韩道友，那二人似乎对你很是在意呀。你们之前打过交道吗？哼，这老鬼又想借机挑拨。看来那木兰上士被打得肉身溃散，只有元婴遁逃的事，这二人是已经知道了。不认识。在下是第一次来木兰草原，甩开追兵后一直隐匿行踪，哪有机会见到其他法师？好了，不管那二人为何撤离，当务之急是离开这里，把正事办了。诸位道友，就是这里了。此地灵气稀薄，又无明显标记，若非南陇侯领路，还真是很难寻到。当真在这里？南陇道友，快些打开入口吧。且慢，在进入之前，我再重申一遍咱们此番商定的规则：进去之后，无论有何宝物，我和云道友要先挑一件，剩下的再平分。诸位道友，没有异议吧？未达目的之前，怎么说都会相安无事，但在之后会发生些什么，可就都不稀奇了。下面就是那太庙神境了，都小心些。果然能隔绝神识，这矿石看着倒有些熟悉。入口被封死了。道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道友多心了，这是外面禁制自行启动，将石山弥合起来罢了。我们二人上次来也是如此，只需等待3日之后，此禁制最弱之际，我和南陇兄便可再次分开此山了。而且有此山在，诸位倒也无需担心那些法师寻到我们了，不是吗？云道友说的是，只是初来乍到便有此变故，难免让人生疑。若还有什么机关，还请二位提前告知。好了好了，道友们，留神了，此处才是之前令我和云道友铩羽而归之所呀。好了，大家一起用神识之力破解此禁吧。此法虽胜在一个武字，却难免要耗费些时间了。无需这般麻烦。
老身最近新得一件异宝，专克各种禁制。不过，若老身独自破此禁制，这宝物的优先挑选权是不是也该有老身一份？白夫人，请吧。其他道友也是，若有谁能独自破除这里的禁制，都可以在我二人挑选完后，优先选一件宝物。这就是克制各种禁制的卢宝，雷火锥。若是没有风雷池，面对此等古堡的偷袭，当真是很难全身而退。不过光凭一种神通，恐怕还不足以破除此禁。这又是什么情况？太道友适才似乎触发了某层禁制。好，禁制怕是要反噬。诸位速速释放神识，稳住！此阵名为太庙多宝万法阵，唯有以自身神识投入，抽丝剥茧，方可解开。一旦出了差池，必遭反噬，是故凶险无比。不过也有雷土成山、积水成渊的解法，只是要同时操控10余个阵法而已。对于大隐诀来说，也不算什么难事。精通阵法之道，不自量力！二伯在天南阵法大师的名头，何人不知？哪轮得到他出头？这种时候还要更沉得住气才行。毕竟是上古10大神禁，岂是那么容易破除的？这么慢，到底行不行？
韩道友竟然真能独自破掉此阵，好，很好。本侯和云道友说话算话，等我二人挑选完后，韩道友也可以优先挑选一件宝物。南陇侯，宝物虽好，但再往深处，不会还有什么禁制或者陷阱吧？放心，依照苍坤上人的遗言所述，只要破除了太庙神禁，之后畅通无阻了。老实人，谁会特意留下遗言呢？韩道友，请。此画轴，这便是苍坤上人。也许吧，颇有几分张狂之气。不过此图并非什么贵重之物，供奉在此，应该是有什么用意。有点古怪，貌似只是普通的绣像图。姑且将此物收起，等会儿寻到其他宝物时，再做归属吧。当年你留下的隐患还真不小啊！而我，但此人刚才确实是破除了禁制，需要他逞威风吗？在场强者云集，只不过没有用全力而已。可恶！此人一天不出，我寝食难安。行了，咱们走。实力为尊，永远都是修仙世界的硬道理。不过此人与我鬼灵门终归是个祸患。此处不在天南地界，若是有什么不测，想来那落云宗也无从追究。诸位道友，此地的宝物已然清点完毕。若是诸位没有什么意见的话，本侯便据此数量与诸位先行分配了。南陇侯和云道友都不准备先挑选宝物了，二层未必有两位想要的东西。王兄，你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王某只是觉得，二位若是现在不挑选的话，着实是有些可惜了。这里没有什么值得我们二人优先挑选的东西。韩道友呢？是否要在此先行挑选一番？在下与二位一样。既然如此，那这些宝物便给诸位平分了。黄禅小友与燕小友便算作一人份吧。走吧，咱们前往二楼。
兔牧羊还是件古宝，不知有何神通，威力如何？依照这几人反应来看，这重头戏便是在2层楼了。此处雾气弥漫，莫不是有什么机关毒诈？尤道友果然谨慎。无碍，寻常雾气而已。走吧。这雾气无风自散，有些古怪。此地竟然供奉妖神！赤焰、青甲3手6臂，和范圣真片上的图案一模一样。莫非当年叱咤天南的苍坤上人，还与上古妖族有关？这写的什么东西？莫非是妖族文字？确实是妖族文字，不对，虽大致相似，但更加晦涩难懂。道友且慢，王道友何意？要与老夫切磋一番吗？这就争起来了。道友多虑了，王某只是想确认一下，道友是不是只要此盒中之物，而放弃挑选其他东西的权利啊？那自然是要先打开看看再说。若是毫无用处，老夫自是不会挑选的。王某没记错的话，我等答应2位道友的是先挑选2件宝物，剩下的再平分吧。可道友觉得挑完这3个玉盒，剩下的东西还够我等平分吗？果然按捺不住了。王道友有何打算？不妨直说吧。难不成想要毁诺吗？哎，王某可没有毁诺的意思，只是这里可分的东西实在不多。这些玉盒神识无法穿透，其中十有八九就是此地最为贵重之物了。说不定就有苍坤上人那深不可测的功法，或者如何从坠魔谷全身而退的秘密呢？此种情形下，2位道友还要先查验一番，再决定取舍。哼，不觉得过分吗？过分？老夫只知先前便是这般约定，到了这里东西不够分，又与老夫有什么关系？2位优先挑选，我们自是认的，只不过盒子就不必再打开仔细鉴别了。道友若是不放心，大可挑选其他东西，比如眼前这张寒玉床，也是难得一见的宝物。够了，不必多言。若是还有谁觉得王道友所言有理的，
今可站出来了。本侯倒是觉得，王道友如此有恃无恐，不惜毁诺强出头，应该不只有台夫人一人支持了。哎，南陇兄不必动怒，王兄所言也非全无道理。道友总不能连一口残汤都不给我等几人留下吧？好，很好。看来你们几人早就沆瀣一气。是什么时候商量好的？一路上应该没有这个机会。那倒也谈不上，不过和2位元婴中期强者一起寻宝，我等在出发前，自然是要小聚一下，好商量出几种自保和出现意外情形下的对策罢了。而眼下这种情况，正是预料的情形之一呀。韩道友。你也是如此想的吗？2个元婴中期对峙4个元婴初期和2个结丹后期，恐怕打起来也是势均力敌。韩某哪有什么意见？无论王道友还是南陇兄，讨论出什么结果，在下都不会反对的。南陇兄。跟他们说这么多废话作甚？这几人真以为联起手来就能让我等让步吗？简直痴心妄想！元兄且慢。清溪家，你果然将此宝贴身穿戴了。好，很好。没想到竟然连你也被他们收买了。收买，恐怕他才是主谋吧。几位道友小心了，绝不能放这厮离开此地，否则以他的修为，伤势恢复了，我等的麻烦可就大了。我说的没错吧？苍坤上人的唯一后人，南侯。苍坤上人的唯一后人，杀了他，他的那些宝物，大家就平分了。韩道友，你若现在肯和我们联手合作的话，他身上的宝物也算你一份，如何？道友，非是我等背信弃义，也是你此番犯了众怒啊！联手，哼！一旦解决了南陇侯，这些人绝对不介意再多杀一个。若真想联手，早就拉我一起上义了。都活了几百年了，谁会信这种肤浅的把戏？我虽不知你们几人是何时被我这位结交了上百年的好友拉拢了，但是韩道友，眼下你我二人只有联手，才能换得一线生机。若是被逐个击破，就只剩形神俱灭的下场了。他只是强行压下伤势而已，不足为惧。尤兄先缠住姓韩的一时半刻。好。
好说好说。等除去南陇侯，便是他的死期了。此人实力多半是这几名元婴中最弱的。接着，韩道友够仗义，这盒子送你了。若盒中真有什么坠魔谷的秘密，只要能活着出去，也算是道友的机缘造化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能把护水东夷说得如此冠冕堂皇，此人倒真是个人物。长儿，你们二人去协助尤道友。是，二伯，我正想会会这位韩前辈呢。说了这么久，却无一人动手，看来他们对这南陇侯还是多有忌惮的。都害怕？你们上啊！谁第一个上，我便拉着他同归于尽。南陇兄，休要虚张声势了，拖下去只会对你不利。确实，迟则生变。一月，准备走了。收到，主人。闪，快退！小心，这人要逃！长儿，全力防御。是，二伯。休走！韩道友，周某早就想会会你了。挨打好！去！道友！救命啊！不好！王禅，我们后会有期。二伯救啊！不！啊！救我！这是灵验。好，没想到韩道友没有如此厉害神通，就二人联手，说不定真有与他们一战之力呢。别做梦了，既然你难逃一死，我说你们什么时候成了鬼雷门的狗？二伯救我！先走一步了。姓韩的休走！禁制未开，他走不了。先与我擒住南陇侯。咱们等脱离了眼下的危险再说。南陇侯，你可要多撑一会儿啊！
药都不要了吗？韩道友，我困不住他们多久，我只有一掌开山旗，需要些时间，劳烦韩道友拖延一下了。起！道友竟能驱使太庙神境，临时控制，恐怕能发挥的威力不足一成，困不住多久的。你最好在他们破阵前打开出路。是那个姓韩的。不行，太慢了，他们要逃了。必将百倍奉还！